之前我们做过10大贪官，基本个个都是锦衣玉食，家里的财产也比国库要多不少，和珅积攒的财富更是当时的清王朝10几年的收入。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古代的清官们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第一位，西汉发明举报箱的赵广汉。资治通鉴记载他是京兆正卿，利民称不容口。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在治理西汉的都城长安。看过电视剧《琅琊榜》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京兆尹是一个多难受的工作，干的竟是那些得罪皇亲国戚、朝廷显贵的活。不过他还是把那些都给压了下去。问就是职责所在，处理各种有关官员贵族及其子孙的案件，毫不留情，依法办事。不过到都后来的官场上，他就跑偏路了，开始为自己铺路。因为他和当时的丞相魏相有过节，他就想让魏相下台。正好当时丞相家有个侍女因为做错了事畏罪自杀了，赵广汉就在这件事上做文章，在汉宣帝面前一口咬定是魏相杀的。在获得皇帝查阅许可后，特别嚣张地去到魏相府里抓人，还对丞相夫人一顿侮辱，结果被魏相反将一军。侍女真的是自杀的，而且是离开丞相府以后。魏相也是被赵广汉逼急了，把赵广汉诬告羞辱自己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宣帝。宣帝大怒，就把赵广汉腰斩了。第二位还是西汉黄霸。在电视剧中大家应该看到过2个女人争孩子，官吏让2个人在朝堂上抢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最后是没用力抢的是孩子的母亲，因为孩子母亲不愿意孩子在争夺中受伤。这件事最早记载的就是黄霸。他一生经历武帝、昭帝、宣帝3朝，在公元前55年接替丙吉，成为西汉的丞相。在为官时待人接物温良谦让，处事义正，合乎法度，深得太守信任和百姓爱戴。他曾经因为反对宣帝为武帝加尊号和庙乐，然后就被宣帝扔进了监狱。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继续学习。汉宣帝在因为地震祈求太平时，天下大赦，黄霸这就出来了。因为之前的工作干得好，被朝中官员举荐做了扬州刺史，后来又被调任颍川。他的治理下，颍川的人口逐年增长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在颍川时就发生了那件著名的征儿案。第三位，唐朝徐有功。他是据理力争敢和武则天争论的人。武则天时期任用酷吏，抓到犯人不管3七21，先打到认罪。当时有个叫做冯敬同的人，密告县尉严余庆和去年起兵造反反武的李冲通谋反。很快严余庆被抓到长安，被酷吏来俊臣打到认罪。来俊臣为了邀功，把严余庆和李冲通的关系写得很近。其实严余庆和李冲通关系很一般，说和他谋反也没太大关系。在把供词给武则天看过后，来俊臣就把严余庆送到司刑司判刑。不过这次接手严余庆案子的是徐有功。此时的徐有功只是一个6品的小官。徐有功在仔细看过案卷后有了自己的答案。严和李同谋造反的证据不足，虽然严余庆签字画押了，不过在重刑之下多有冤屈。于是他在写判决书中说，严是谋反的支党，并非魁首，想让他免于一死。这就引起了不少酷吏的不满，他们向武则天上书，要严正处理严。徐有功在第2天上朝的时候，则是据理力争，面对武则天的问责，回答的也是有理有据。朝堂上君臣的辩论，差点就把其他朝臣吓死。武则天在经过几个来回后，她发现这个徐有功有着别的官员没有的胆识和气魄。自他执政以来，特别是反武的案件，从来都是手起刀落的干掉。他也是爱惜人才，最后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让徐有功去审问严，还有没有支党。这也是批准了徐有功的建议。严余庆最后免于死刑，改为流放，家里人也避免了沦为官奴的下场。在他司刑司任职期间，纠错矫正数百件冤假错案。第4位，唐朝狄仁杰。你给我滚下马来！受电视剧、电影的影响，说到狄仁杰那就是断案如神，现实也是断案如神。不过不是什么大案子，都是一些小事儿。公元688年，越王李真在豫州起兵叛乱，宰相张光辅被派去平叛，叛乱很快被平息。狄仁杰被派去当豫州刺史。
他到任后看到宰相的军队就和强盗一样疯狂地在豫州杀人掠夺财物，还杀良冒功，一般的官员也就是装看不见。狄公不一样，不光遏制了官兵的行为，还要严查。不过因为品级太低，被张光辅诬陷，降级到了富州。但他无论在哪个地方当父母官，都是不惧强权，为民请命。无论官场如何变化，他都坚定本心。他的这份刚正不阿，虽然得罪了不少人，但也受到了部分人的赏识。来到武州后，他成为了宰相。不过武则天的宰相可不好当，他在位期间杀了14位，流放了9位。武则天曾经对狄仁杰说，他工作干得很好，但是还是有人告他状，你想知道是谁吗？狄仁杰回答他说，陛下知道他过错的话，他应该改正。现在皇帝陛下知道他没错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至于说坏话告状的人，他不愿意知道是谁。不光如此，狄仁杰在举荐人才方面也是，他的儿子有本事会举荐，和他有仇的他也会推荐上去。当然，狄仁杰最重要的还是让女皇把皇帝的位子传给了李姓。第5位，宋朝包拯。包拯现在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是黑面，额头上有个月牙，其实没有。真实的历史上他也没有说的断案那么神，清廉倒是不差。他为人嫉恶如仇，严峻刚正，与人交往不随意附和，也不巧言令色。为了不让自己和亲戚难堪，直接就断绝了来往。做官清廉到不近人情，吃穿住行都和平民一样。为了防止小吏欺瞒案件实情，他直接打开官署正门，让告状者直接进去。也是因为这些，他做不到宰相。太过无私刚正的话，很多工作是开展不开的。第6位，明朝海瑞。海瑞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视频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海瑞属于和包拯差不多的清官，上能骂皇帝，下能惩奸佞。也是因为太刚正清廉，海瑞在嘉靖死后被打成排挤。当初自己为了百姓，女儿生病死了，为了上书骂醒嘉靖，老婆难产死了。假如内阁首辅不是徐阶、张居正，而是海瑞的话，海瑞怕不是要把朝堂翻一遍，再下几剂猛药，当时的臣子皇族都要起来杀他。第7位，清朝于成龙。于成龙这个可是得到清朝皇帝认证的。这次讲的这位是山西的于成龙。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，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是在崇祯12年，而到他考上功名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清朝了。那个时候他已经45岁了，而他上任的广西罗城在2年前才被清廷收复。刚开始他只能睡在关帝庙里边，他看到罗城盗匪横行，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整顿一遍。在他的3年任期内，罗城被治理得很好，让他成为广西考核中的第1。离开时被百姓十里相送，被称为于青天。于成龙因为吃饭只吃青菜，也被称为于青菜。他撰写的《新民官自省6戒》被奉为清朝地方官的行为准则。在执政方面，他秉公执法，不滥用刑罚，很多冤假错案都得以在他手上平反。从政20多年来，赴任从不带家眷。在他积劳成疾去世时，遗物仅为一件朝服，百姓为他送葬的队伍多达30万人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